我来给各位分享一个消息。这个消息听起来就像是科幻电影里的情节，但它真真切切的发生在咱们这个星球上，而且就在现在。咱们今天聊的主角是一家叫 Salesforce 的公司，中文名叫赛富时，可能有些朋友不太熟。简单说，它就是科技世界里的一个超级巨头，专门给全世界大大小小的公司提供一种管理客户关系的软件系统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给企业用的最强大脑，所有和客户打交道的事，从销售到服务，都靠它来管理，让一切井井有条。就是这么一家公司，他的老板，一个叫马克·贝尼奥夫的大佬，最近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。他说，在他们公司内部，人工智能，也就是咱们常说的 AI， 已经悄无声息地接管了3到5成的工作。哇塞，大伙儿听到这个数字是什么感觉？不是3%，也不是5%，而是30%到50%。这意味着这家巨型公司里有1半左右的活儿已经不再需要人类亲自动手了。AI 就像一个看不见的超级员工，日以继夜的在那里处理着。这可不是什么搬箱子、扫地的体力活，而是正儿八经的白领工作。比如软件工程和客户服务，咱们来把这2个概念掰开揉碎了说说。软件工程听着就高大上吧，就是那些聪明绝顶的程序员们，每天噼里啪啦敲代码，构建起我们使用的各种软件和应用。而现在 AI 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副驾驶，能够帮他们编写代码、检查错误，甚至提出优化建议，让整个开发过程如同坐上了火箭。再说说客户服务，咱们都体验过吧？买东西遇到问题，找客服咨询，以前对面坐着的是个活生生的人，现在可能就是一个 AI。这个 AI 可不是那种只会说您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机械式回复。Salesforce 宣称他们的 AI 客服准确率高达 93%， 像迪士尼这样的顶级大客户都在用。这意味着 AI 能理解你的问题，能调取你的信息，能像一个经验老道的老员工一样，迅速给你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。这幅画面简直就像一场正在上演的静悄悄的革命。科技大佬们现在越来越不避讳谈论 AI 取代人类这件事了，他们甚至带着一丝炫耀的口吻，仿佛在展示一件得意的新玩具。贝尼奥夫的说法更是充满了诱惑力。他说把这些重复性的工作交给 AI 之后，咱们人类员工就可以解放出来，去做那些更有价值、更有创造性的事情。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美好？就像一首动听的田园诗， AI 在田里辛勤耕作，我们人类则在树下吟诗作画。但咱们得用批判的眼光来审视一下这首诗。首先，什么才是更高价值的工作？这是一个非常关键但又很模糊的问题。对于一个原本做客户服务的员工来说，当他的岗位被 AI 取代后，公司真的会提供一条清晰平坦的道路，让他顺利转型成一个策略分析师或者产品创新者吗？我对此持保留态度。更多的情况可能是，这条路更像是一道陡峭的壁垒，很多人根本就翻不过去。这背后隐藏的可能不是岗位的升级，而是岗位的消失。而且那个 93% 的准确率听起来固若金汤，但我们反过来想，那剩下的 7% 呢？当 AI 犯错的时候，当他彻底搞砸了一个重要客户的问题时，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？还不是得靠人类。这时候，人类的角色就从一个执行者变成了一个 AI 的监督员和保姆。你的工作不再是直接服务客户，而是时刻盯着屏幕，祈祷 AI 别出岔子。一旦出事，你得第一时间冲上去补救。这真的是更高价值的工作吗？我看不见得，它可能只是压力更大、更琐碎的工作。想象一下那个场景，一个曾经的客服之星，现在面对的不再是带着各种情绪的客户，而是一排排闪烁着绿灯的 AI 监控数据，他的心会不会也变得和机器一样冰冷呢？所以你看 Salesforce 的这个案例，它就像一个棱镜，折射出了未来职场的无限可能。
也折射出了其中隐藏的残酷真相。它不仅仅是一个公司的新闻，更是吹响了整个时代的号角。这股浪潮正如同海啸一般，从硅谷的海岸线席卷而来，它将触及我们每一个人，无论你是在银行工作，还是在运营一个网店，甚至是你每天点外卖用的那个 APP， 背后都在发生着同样的故事。我们不能再把头埋在沙子里。恐惧和焦虑是没用的，我们要做的是睁大眼睛，看清脚下的路正在如何改变。那么对于咱们普通人，尤其是正在规划未来的年轻人来说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我们学习和努力的方向必须做出调整了。过去我们追求的是掌握一门熟练的技能，比如考个什么证书，学会某个软件，但在 AI 时代，很多技能就像沙滩上的城堡，一个浪头过来就可能被夷为平地。真正能够让我们站稳脚跟的是那些 AI 难以模仿和取代的能力，比如天马行空的创造力，能够洞察人心的同理心，以及独立思考和解决复杂问题的批判性思维。我们要问问自己，我的工作中哪些部分是重复性的，有固定规则的，这些部分就是 AI 的潜在猎物，而哪些部分需要我与人进行有温度的沟通，需要我迸发出一个绝妙的灵感，需要我在一团乱麻中找到线头，这些才是我们真正的护城河。我们必须不断的去加固它，拓宽它。总而言之， Salesforce 的故事不是一个遥远的商业传说，它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现实预告。未来不是正在走来，它已经敲响了我们的大门，甚至已经登堂入室，坐在了我们的工位上。这既是一个挑战，也是一个机遇，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应对，是选择被浪潮吞没，还是选择成为一个聪明的冲浪者？答案就在我们自己手中。好了，我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